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距离上次 SN8 发射失败后的2个多月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另一艘全尺寸星舰原型 SN9 又一次起飞了。但与 SN8 相比，这次 SN9 不仅没有成功着陆，也没有再现 SN8 科幻式的姿态，刚飞上天一会儿就返回了，随后还原地爆炸。显然，迟迟试飞的 SN9 再次爆炸，意味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计划再次遇挫。而 SN9 的前辈 SN8 于去年12月成功起飞，飞越了12.5公里的高空，可以说其在着陆前的都是一次完美的飞行实验。但是在回程的时候 ，SN8 突然爆炸，导致整个机体被彻底炸毁。据了解，该种星舰飞船的全称是猎鹰火箭，全身都采用了不锈钢材料，引擎则采用猛禽发动机，外形看起来就像是一颗银色子弹。第一眼看上去并非那种人们脑海中所想象的星际飞船。尽管此前的 SN8 失利让所有人都感到了可惜，但马斯克仍然认为那是一次成功的测试，因为只要发现问题就可以改进它，下一次会做得更好。可就在他兴奋地认为人类已经离火星不远时， SN9 失败的现实却像一盆冷水直接浇在了他的头上。再加上 SN9 发射前还遭到了 FAA 的刁难，记得这一次马斯克直接发推文称，这样子谁也去不了火星。这也让外界开始怀疑马斯克还能在5年内实现载人登陆火星吗？作为一个完全不懂航天技术的吃瓜群众来讲，过于肯定的评价肯定是无法说出口的，只能说载人登陆火星在普通人眼里看来5年时间基本不可能。不论是 SN8 还是 SN9，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马斯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没有载人登陆火星的能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斯克一共吹了2个惊天大牛，一个是登陆火星，另一个是星链计划。登陆火星这一计划目前就他跟 NASA 在做，但他吹的另一个牛可能要被中国给提前实现了。目前中国关于星链卫星中的多项关键技术已相继取得突破，比如正在不断提高承载能力的长征系列火箭，以及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和日趋成熟的一箭多星技术。中国现在已经向国际电联提交了有关低轨巨型星座轨道和频率的申请，申请获得批准后，中国将得到地球轨道的使用权限。也就是说，在面对星链计划时，中国正迎头赶上。相信不久后，中国也将开始部署属于中国的纯天基通信系统。近日，美国空军上将在美国海军学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对核战即将发生的可能性做出详细的评估，认为自冷战后不能与敌对核力量进行直接性武装冲突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因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认为更大的冲突将会威胁到自己时，那么这场冲突必然会升级。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海军上将还表示，如今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为自己的国家部署先进的战略力量，这也会使得美国在面对新威胁时采取更大的行动，以增强美国的威慑力，通过核战争来遏制这2个国家的实力。所以中俄常规武器威胁到美国国家权益时，那么将可能给中俄带来核战争。这就代表了2种情况，一种中国和俄罗斯受不住美国施加的压力，向美国先一步开启核战；一种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直接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开启核战。而这其中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因为美国自冷战以后养成的唯我独尊的本性，只要有谁有能力在军事力量亦或者其他方面超过美国，那么美国必然要打压。而中国和俄罗斯在近2年军事力量的增长也让美国感到十分威胁，所以美国近2年对中国和俄罗斯那是直接打压，只可惜中国和俄罗斯也都不是吃素的，于是打压不成，反而更加助长了中俄发展自己更先进战略力量的想法。这时美国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俄崛起，于是美国就提到了或许可以继续使用核战来威胁中俄。这位美军上将就表示，如今的国防部应该开始为应对这一措施而采取行动，
否则美国将会为承担无法预估的风险，并且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化被动为主动。这句话说起来不就是说，不管中俄怎么想，只要威胁到了美国，美国在常规力量无法对付中俄的时候，就必然要先下手为强，直接开启核战争吗？美国真的有着雄心豹子胆吗？从理论上来说，一人之言不足以代表一家之言，美海军上将的挑衅之言并不足以代表美国的想法。如今美国虽然被新冠搞得有些疲靡，但是最少并不到真正动用核武器的时候，毕竟核战争一旦开启，想要收手就难了，到时候毁掉的就不仅仅是下一个广岛，而是全球都会被覆盖。毕竟如今掌握核力量的国家不算多，但也不算少。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印度和美国将于2月8号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的拉贾斯坦邦举行一场名为准备战争的联合作战演习。这场演习目的在于两国军人利用武装直升机和步兵战车进行协同反恐行动，两国将各派出一个步兵营战术组，共500人。对此，印度媒体认为这将增强印度作为美国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凸显了两国之间正在不断加强的防务合作。但要知道的是，现在美印已经是全球第1和第2大疫情严重的国家了。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要开展准备战争演习，着实是有些出乎人意料了。而这种边境军事演练显而易见地充满了挑衅意味，也充分暴露了美印对中国的不轨企图。那么这次美印演练，他们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分析认为，对于这次联合演习，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当下的美国和印度完全还处于一个相互利用的阶段，两国各有所需。在边境的纷争中，印度方面并没有在边境问题上得到任何好处，但是心有不甘，于是找人来支持自己，以求达到自己的2个目的：其一，可以震慑巴基斯坦；其二，可以向中国表明态度。而该次联合军演对于美国来说，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愈发的不可阻挡，因此美国需要一个战略伙伴来帮助美国抵消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那么如果随着美印的关系愈发的融洽，印度方面彻底抛弃与俄罗斯的关系，连 S-400也不要了，与美国联合的话，那将对中国会有何种影响呢？众所周知，虽然印度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但实际上印度的经济并不发达，贫困人口也很多，甚至印度的某些地方还处于农业时代，离工业化时代都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不论是工业还是制造业，印度都非常的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都需要加强。但印度的战略跟自身的情况正好相反，印度目前的战略是试图通过重振军力来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对于印度这样一个现状，中国著名的军事专家张召忠认为，中国应该对美印关系给予很大的关注，因为印度是中国的邻邦，同时也在控制着中国海上交通血脉马六甲海峡。假如印度同美国联合，那印度成为美军的军事基地将只是时间问题，届时对于中国来说将是致命威胁。